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婚介所，我是丽姐，真心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关注和订阅。今天呢，我要给大伙讲个二婚婚姻的故事。这故事里的弯弯绕绕可多了，情节揪心不说，还藏着不少值得咱们好好琢磨的婚恋观念。特别是大龄剩女相亲时提的那些高要求，有时候真把我这个做红娘的气得够呛。嘿嘿，如果大家觉得这故事精彩，别忘了打赏我一杯茶钱，顺手给丽姐点个赞哦。先来说说小倩这姑娘吧，她可是我这的老客户了。今年36岁，刚经历了一段失败的婚姻，那滋味不好受啊。小倩和她前夫相识多年，从大学时候就开始谈恋爱，一谈就是7年。你说这7年，人生能有几个7年啊？青春都搭进去了。当时看他俩校园恋情多美好，大伙都眼巴巴盼着他们能修成正果，步入婚姻殿堂。好不容易结婚了，可没想到婚后没多久，问题就像春笋似的，一个劲儿往外冒。她前夫啊是个典型的妈宝男，啥事儿都听他妈妈的，整天把妈妈摆在第一位，对小倩那是越来越冷淡。比如说家里想买个新沙发，小倩挑了个自己喜欢的款式，觉得挺好看，也适合家里的装修风格。可她前夫呢，一句话就给否了，说我妈不喜欢这个款式，咱得换个我妈喜欢的。你说这气人不气人？就这种事儿多了去了。慢慢的，小倩在家里就感觉自己像个外人，两人的关系也越来越僵，最后只能离婚。离婚后的小倩，那心情就像坐过山车一下子跌到了谷底，冷得透心凉。家里人不停地唠叨，说什么你都这么大岁数了，还离过婚，以后可咋办啊？朋友偶尔也会在背后指指点点，这压力大的呀，她有时候自己都忍不住想，是不是这辈子都找不到能和自己好好过日子的人了？我看着小倩这样，心里别提多心疼了。我干红娘这么多年，就见不得好好的姑娘受委屈。我就想，说啥也不能让小倩就这么消沉下去，得帮她重新找到幸福。于是呀，我就开始紧锣密鼓地给小倩安排相亲，前前后后给她介绍了不少人。这相亲的过程啊，那叫一个曲折。有的男方一听说小倩离过婚，就直接打了退堂鼓。有的呢，见面聊了几句，小倩就觉得对方性格不合，没啥共同话题。要么就是男方觉得小倩年纪大了，担心以后生孩子有风险。要么就是小倩觉得对方太油滑，不靠谱。反正啊，每次相亲都不太顺利。不过我和小倩都没放弃，一直坚信着那个对的人总会出现的。皇天不负有心人，终于小倩遇到了王先生。这王先生第一次见面给人的感觉就特别好，温文尔雅的，戴着副眼镜，说话轻声细语，一看就是有文化有涵养的人。而且听人说他经济条件也不错，自己开了个小公司，事业做得挺成功。关键是大家都夸他品德端正，是个靠谱的人。他也是二婚，之前离婚是因为和前妻性格实在合不来，天天吵架，日子过不下去了，前妻带着儿子走了。离婚之后，王先生就一门心思扑在事业和孩子身上，一直没再找对象。小倩见到王先生后，觉得他成熟稳重，说话做事都透着一股让人安心的劲儿，说不定能给自己一份安稳的感情，心里就对他挺有好感。记得那天相亲，我陪着小倩一起去的。他们俩坐在餐厅里，刚开始气氛那叫一个融洽，俩人有说有笑的，聊得还挺开心。王先生说起自己的事业，那是头头是道，小倩听得津津有味。然后王先生又聊起自己的儿子，那眼里满是父爱，说为了儿子，自己再辛苦都觉得值。小倩听着也忍不住动容，觉得这男人挺有责任感。我当时在旁边看着，心里还挺高兴，寻思着这事儿有戏。可谁能想到，聊了一会儿之后，小倩突然问了一句，王先生，你说要是咱俩结婚了，你能把我和我的孩子跟你儿子一视同仁吗？王先生听到这话愣了一下，脸上闪过一丝尴尬，估计他没想到小倩会这么直接地问这个问题。不过他很快就笑着说，小倩啊，孩子毕竟是血脉相连的，我肯定会更疼我儿子一些。要是你以后有孩子，我也会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。可这感情深浅，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，肯定还是不一样的。小倩一听这话，脸色瞬间就变了。我太了解小倩了，她是个特别有原则的人，
对婚姻里的平等和尊重那是看得比啥都重。他轻轻地放下酒杯，语气虽然平静，但能听出里面藏着失望。那我恐怕不太能接受。咱们都是成年人了，感情又不是只靠血脉来证明的。我就想两个人在一起，是真心珍惜对方，能平等相待，可不是凑合着搭伙过日子。王先生一听，眉头皱起来了，感觉有点不高兴，下巴一扬，语气也冲了起来。你这话啥意思？是觉得我不够好？我对自己孩子有责任心，这可是做父亲最基本的态度。你要是理解不了，那我也没办法。小倩的眼神一下子就冷了下来，毫不客气地回怼过去。责任心当然重要，可婚姻里要是不平等，咋能长久呢？你拿我和你儿子比，难道我以后的孩子就比不上你儿子？这两人你一言我一语，气氛越来越紧张。王先生觉得小倩太理想化了，这现实生活中哪有绝对的平等？孩子和伴侣，感情肯定是不一样的啊。他觉得自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会对小倩的孩子好，但小倩还这么不依不饶，有点无理取闹。小倩呢，觉得王先生太保守，甚至有点偏心，根本没把他和他未来的孩子当回事儿。他觉得既然要重新组建家庭，就应该平等对待每一个家庭成员，不能因为血缘关系就区别对待。你把我当成什么了？就一带着孩子过日子的女人，小倩气得不行。你都二婚了，应该更明白啥叫平等，啥叫互相尊重，别老是把孩子摆在第一位。你这么说我可真不舒服。王先生眉头紧紧锁着，我是个父亲，肯定得先为我儿子着想。婚姻不就得你们理解我吗？你说的平等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？我理解你作为父亲有责任感，可要是咱俩想在一起，我也有我的要求。小倩愤愤不平地说，你表面上看着体贴，实际上还是把我和我孩子当外人，这还咋平？我干红娘这么多年，见过各种各样的相亲场面，可还真没见过像今天这样，男方这么直白地表现出对女方的偏见。难道二婚就不能公平点对待吗？咋就非得把孩子当成婚姻里唯一的标准，其他人就得被冷落一边？其实啊，这种情况在二婚婚姻里还真不少见。尤其是孩子还小的时候，当父母的心思基本都在孩子身上，很容易忽略伴侣之间的感情。你想啊，孩子还小，需要照顾，需要陪伴，做父母的自然就会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孩子身上。可这样一来，就容易让伴侣觉得自己被冷落了，心里不平衡。对于那些二婚还想寻求平等和尊重的女性来说，男方这种偏心孩子的态度，真的太让人心寒失望了。现在好多大龄剩女来相亲都会提不少要求，为啥呢？因为他们经历过不完美的婚姻，知道啥是真正的爱情，也更明白平等的重要性。他们不想再重蹈覆辙，所以对未来的婚姻会有更高的期望。可有时候啊，他们太执着于婚姻里的平等公平，就容易忽略二婚男士的一些实际难处和想法。就像王先生，他作为父亲，对自己的儿子有深厚的感情，想多为儿子考虑，这是人之常情。他可能觉得自己对小倩的孩子已经能做到像亲生的一样对待，已经很不错了。小倩不应该再这么苛求。而小倩呢，她渴望的是完全平等的爱，不想因为孩子的问题在新家庭里受到委屈。这两人都站在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，不愿意让步，这矛盾就越来越大。小倩最后还是没和王先生继续发展下去。她心里其实挺心疼王先生的，毕竟对他有过好感，而且也能理解他作为父亲的心情。可她更清楚，自己不能在一段不平等的婚姻里继续将就。她觉得，如果一开始就不能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关系，那以后的日子肯定会矛盾不断，自己也不会幸福。她选择了放手，同时也开始更理性地思考自己的婚姻观。她开始反思自己在之前婚姻中的问题，也思考在未来的婚姻中，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。慢慢的，她也从之前那几段失败婚姻的阴影里走了出来。她不再像以前那样盲目地相信爱情，而是学会了更加谨慎地对待感情。她会花更多的时间去了解对方，不仅看对方的外在条件，更注重对方的价值观和对婚姻的态度。王先生呢，经过这事儿也开始反思自己。他意识到自己一直抱着的父亲至上的想法，可能不是在每段婚姻里都适用。
她琢磨着是不是自己把和伴侣之间的关系搞得太复杂了。她开始思考，在照顾孩子的同时，应该怎么去平衡和伴侣之间的关系。她想，如果下次再遇到合适的人，一定要处理好家庭关系，不能再因为孩子的问题和伴侣产生这么大的矛盾。通过小倩和王先生这事儿，丽姐就想跟大伙说，婚姻啊，那可是2个人的事儿，尤其是二婚，要考虑的事儿更多，责任也更重，矛盾自然也少不了。不管是单身的男女，还是二婚的朋友，面对婚姻，平等和尊重永远是最重要的。2个人要是能在感情上找到共鸣，能包容对方的过去，那这婚姻才有奔头，才有希望过得幸福美满。要是互相不理解，不愿意包容，那不管怎么努力，这婚姻最后可能就只是凑合着搭伙过日子，过得一点滋味都没有，心里还老是空落落的，特无奈。就说还有这么一对二婚夫妻，李大哥和张姐。李大哥之前离婚是因为前妻出轨，他受了挺大的打击。后来经人介绍认识了张姐，张姐也是二婚，带着个女儿。2人刚开始相处的还不错，可时间一长，问题就来了。李大哥因为之前的经历，对张姐总是有点不信任，偷偷查看张姐的手机，还对张姐和异性的交往特别敏感。张姐觉得自己一点自由都没有，在这段婚姻里很压抑。有一次，张姐和一个男同事因为工作上的事儿多聊了几句，李大哥知道后就大发雷霆，说张姐肯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。张姐觉得特别委屈，说自己只是正常工作交流，可李大哥根本不听。2人为此大吵了一架，关系变得特别紧张。这就是因为李大哥没有放下过去的阴影，不能平等的信任张姐，导致婚姻出现了危机。还有一对二婚夫妻，赵姐和刘大哥。赵姐离婚后带着儿子嫁给了刘大哥。刘大哥对赵姐的儿子倒是挺好，可赵姐总觉得刘大哥对自己的父母不够好。过年的时候，刘大哥说工作忙，不想陪赵姐回娘家，赵姐就特别生气，觉得刘大哥不尊重自己的父母。刘大哥呢，觉得自己工作确实忙，而且过年想和自己这边的亲戚聚聚，不理解赵姐为什么这么计较。这又是因为双方在家庭关系的处理上没有达成一致，没有做到互相理解和尊重，让婚姻产生了矛盾。二婚婚姻里类似这样的问题太多了。再比如说，经济问题也是个大麻烦。有些二婚夫妻双方都有自己的孩子，在给孩子花钱的问题上就容易产生矛盾。一方想多给孩子报几个辅导班，另一方觉得没必要花这么多钱，2人就会为此争吵。还有的夫妻因为要赡养双方的老人，经济压力大，在钱的分配上意见不合，也会影响夫妻感情。还有个很现实的问题，就是社会的眼光。虽然现在大家对二婚的接受度比以前高了，但还是有些人会对二婚夫妻指指点点，这也会给二婚夫妻带来心理压力，影响他们的婚姻生活。比如说，有些邻居可能会在背后说二婚夫妻的坏话，或者对他们的孩子另眼相看。这时候夫妻双方就得互相支持，共同面对这些压力。所以啊，丽姐真心希望大家，不管是初婚还是二婚，在面对婚姻的时候都要多一些理解，多一些包容，多一些平等和尊重。要学会站在对方的角度看问题，遇到矛盾不要一味地指责对方，而是要一起商量解决办法。只有这样，咱们的婚姻才能幸福长久。好了，今天丽姐的故事就讲到这儿了。大伙儿听完之后，心里有没有啥想法，或者有啥感受啊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。也别忘了关注我，丽姐以后还会给大家分享更多有意思的婚恋故事。要是觉得我讲的还行，就给我点个赞呗，谢谢大伙啦。